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呀，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中杂文测命运吉凶。上期节目呢，小酱之老师给大家介绍了2种比较特殊的纹路。有很多朋友跟小编说自己没有三角纹和星纹，但是有其他的杂纹，比如说山纹、格子纹、方形纹、米字纹等等。这些在手掌中又有什么含义呢？小酱之今天就来告诉大家。1. 侧纹。所谓侧纹呢，是在手指或者手掌中出现多条纵纹。通常情况下呢，假如纹路清晰分明，大都代表着一种吉祥的寓意，出现在手掌不同的部位，有着不同的预示。1. 侧纹位于拇指。假如在拇指的第2个关节处出现侧纹，被称为财富纹。纹路的数量越多，表示财富越多，同时也表示其人会更加的忙碌，在赚得很多财富的同时，也非常的辛苦。2. 侧纹位于食指。侧纹位于食指上的人机灵聪明，能力出众，在青年时期呢就可以崭露头角，获得不错的成绩。假如侧纹位于食指根部木星丘，则被称为小人纹，代表其人会因能力出众、自信强势而得罪人，招来别人的记恨，从而在工作中为其制作很多麻烦。侧纹的数量越多，越容易招小人。3. 侧纹位于中指上。中指上出现侧纹，表示其人适合在土木、房地产或者建筑领域发展，会取得很大成就，并赚取很多财富。4. 侧纹位于无名指。无名指上出现侧纹，性格洒脱，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不愿意受约束，适合从事自由性相对较高的职业，能够取得不俗的成绩。5. 侧纹位于小指上。小指上出现侧纹的人同样不喜束缚，做一名自由职业者更加突出成绩。假如侧纹位于小指根部水晶丘，被称为财运线，表示其人有着非常好的财运，很容易大富大贵。侧纹数量越多，财运也就越旺。6. 侧纹位于金星丘。假如金星丘上出现侧纹，表示其人精力充沛，协调能力强，气质出众，在艺术方面呢有很特殊的才能，可以凭此获得一定的名气。2. 格子纹。所谓格子纹，就是在手掌中出现一些交叉的细纹，很像一个个小的格子。当人的内心需求得不到满足，同时又很渴望得到时，手掌中呢便很容易出现这种杂纹。当然，格子纹在手掌的不同部位出现时，其寓意各异，吉凶也各有不同。1. 格子纹出现在木星丘。格子纹出现在木星丘时，其人对权力有很强的欲望。假如智慧线形状不佳，其人很容易因为自负和傲慢而招致失败。假如智慧线长而下垂，则月丘，则表示其人头脑灵活，善于分析，口才好，会取得一定的成就。2. 格子纹出现在土星丘。土星丘出现格子纹时，表示其人喜欢思考，性格较为内向，有主见，但要面子，遇到挫折时容易陷入忧郁。3. 格子纹出现在太阳丘。太阳丘出现格子纹时，其人喜欢表现自我，有魄力，有野心，经济直觉敏锐，又很有赚钱头脑，很多富商都有此种手相。4. 格子纹出现在水晶丘。水晶丘上出现格子纹时，其人头脑聪明，机智灵活，财运较好。如靠近婚姻线处出现格子纹，则表示其人正处于单身状态，一旦走入婚姻，格子纹会逐渐消失。5. 格子纹出现在月丘。月丘上出现格子纹时，通常代表其人有忧郁妄想症倾向。假如智慧线下垂至月丘时，这种倾向会更加的明显。6. 格子纹出现在金星丘。金星丘上出现格子纹时，代表其人比较爱美和好色，并且非常渴望得到别人的爱。假如格子纹布满整个金星丘，表示其人思虑过多，劳神，操心事不断。7. 格子纹出现在大拇指。格子纹出现在拇指第2节处，表示其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赚取很多财富，但同时呢也非常的劳碌和辛苦。8. 格子纹出现在食指。在食指第3指节腹处出现明显的格子纹，表示其人财运旺盛，赚钱比较容易。不论是上班族还是做生意的人，都会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。
9. 格子纹出现在中指，在中指的第3个指节处出现格子纹时，表示其人比较自私小气，钱财只进不出，属于因为吝啬而致富的类型。3. 方形纹。从手相学的角度来看呢，方形纹代表的是一种正能量，可起到逢凶化吉的作用。当人的手掌出现方形纹时，通常都是寓意吉祥的。当然，在不同的部位出现，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寓意。1. 方形纹出现在木星丘，保护权柄，增加野心，能够逢凶化吉。2. 方形纹出现在土星丘，可免风险，能够逢凶化吉。假如方形纹的脚边出现红斑点，则表示能够躲过火灾。3. 方形纹出现在太阳丘，表示可以避免或者减轻灾难厄运，减少事业上名誉受损。4. 方形纹出现在水星丘，表示可以避免意志不够坚定所导致的危险。5. 方形纹出现在月球，表示可保护用脑过度的危险，避免水灾。6. 方形纹出现在第1火星丘，可化解危险，避免刀枪伤害。7. 方形纹出现在第2火星丘，表示可避免刀剑之伤。8. 方形纹出现在金星丘，唯独此处出现方形纹是一种凶兆，预示其人已英年早逝。9. 在掌心出现方形纹，掌中出现方形纹给人的第一印象极好，做人坦荡荡，做事单纯，不会在背后施小手段，可成为各行领域的精英。此外呢，这也是一种财运旺盛的表现，其人聚财能力很强，非常善于理财，花钱也很节省，绝对不会盲目乱投资，通常都很有钱，而且结婚以后呢，财运会更好。10. 感情线上有方形纹。感情线上出现方形纹是一种不吉的信息，其人会经常遇到一些感情方面的困扰，以致常感到郁闷和烦恼，有自毁之倾向。假如感情线处断裂，在断口处有方形纹框住，则预示将有感情危机出现，也无大碍，最终都能够化解。11. 事业线上有方形纹。事业线有4方形纹依附在此旁，表示此人的事业或者命运获得意外的助力，有惊无险。12. 生命线上有方形纹。生命线上有方形纹的人命大，能够绝地逢生，一生会有灵异事件发生。若生命线断开，但被方形纹框住，代表其人可以逢凶化吉。假如方形纹依附在生命线旁边，或者与生命线没有接触，代表其人有牢狱之灾或者久病住院。假如生命线与智慧线的交界处出现方形纹，表示其人可能动过外科手术。13. 太阳线上有方形纹。若太阳线成功线上有方形纹保护纹，代表其人做事情比较顺利，即使遇到麻烦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。4. 字形纹。有时在人的手掌中呢，会出现一些字形的纹路，如王、女、吕、口、米字等。这些字形纹假如清晰端正的话，通常都是一种吉祥的表现。1. 品字纹，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其人有官运，也有成为巨富的潜力。位于中指下方，其人可官至3至5品，适合搞政治，城府很深。位于无名指下方，表示其人家境非常好，生活富裕，非比寻常。2. 履字纹，手掌中有履字纹出现，代表其人命有实权，或者靠语言吃饭，适合搞政治。履字纹位于食指下方，其人会有不错的官运，可往仕途发展。3. 口字纹，掌中出现大的口字纹时，表示其人可因权而得财。如为不规则的口字纹，一生有偏官复职。如有未封口的口字纹，其人容易漏财。在事业线、生命线附近出现的口字纹，代表其人适合从事培训、咨询、律师等凭借口才赚钱的行业，并能因此而发财。4. 王字纹，手掌中出现王字纹，特别是位于食指或者中指下方时，代表其人能力超群，绝非池中之物，是属于领袖型的人物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5. 文字纹，古书云，手掌有文象字，能知天文奇事。手掌中出现文字纹，特别是位于中指或者无名指下方，代表其人头脑聪明，智慧非凡，能够在学术领域方面有突出的成就。6. 女字纹，
手掌中出现女字纹时，代表其人有不错的女人缘，会因女人而得财。女字纹位于小指下方时，代表其人可以找到一个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配偶。中指下有女字纹，主得女人财，位于掌心，为富贵之人，因女人而富。7. 田字纹，田字纹位于掌心的人财运很好，适合在商业、房地产等方面发展事业，特别是在事业线、生命线附近出现，很有可能成为巨富。8. 米字纹，米字纹又称为金钱纹，假如在金星丘、木星丘、水星丘或者掌心上出现的，均代表其人有不错的偏财运，容易获得横财、外财或者意外之财。老师今天讲了这么多，你手掌的纹路在其中吗？当然，一个人的命运好坏取决于多方面因素，手纹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。3分天命，7分人为，想要好运常伴，自然也少不了自身的努力。好了，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讲3种非富即贵的掌纹。我们都知道手掌上有3条主线，分别是生命线、智慧线和感情线。由于这3条主纹在手掌上的位置不同，会形成不同的手纹图案，其中川字掌、M 字掌、断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。一般来说呢，掌纹出现这3种情况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。今天小酱汁老师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种掌纹的特征以及命运情况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。1. 川字掌，俗话说呢，女穿事事福，男穿事事难，右穿代代福，左穿累累金。从手相学角度来看呢，这句话如何理解呢？男女有川字掌的命运如何呢？小酱汁老师来告诉你。1. 川字掌的特征，手中3大主要线纹，生命线、感情线以及智慧线互不相合，从外形来看就有如一个川字一般，故而称之为川字掌。2. 女人川字掌，有川字掌的女性多是女强人，巾帼不让须眉，个性独立，永远对丈夫的成就或者子女的学业不满意，很难依靠男人。若配偶或者子女的能力稍弱，则容易因为承受过多你所带来的压力而造成反效果，进而导致家庭婚姻失败。所以有川字掌的女性宜迟婚，或者在婚姻生活中多加忍让，宜配较自己年长的男性，又或者是异地姻缘，聚少离多，反而相处愉快。不过有川字掌的女性通常情况下也旺夫，丈夫也很容易在和她结婚之后发达起来。3. 男人川字掌，拥有川字掌的男性多半性格独立，自尊心超强，但同时他们也比较鲁莽，性子急，做事往往不计后果，即使完成了任务，也有许多错误发生。在事业上，这种人创业往往不成功，一生阻碍多，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他人，到处碰壁，最终导致失败。若是跟人合伙做生意的话，最好选择一个心细的人较为合适。另外呀，这类男性在性格上比较叛逆，自尊心极强，容不得别人说他半点不对，所以在感情上易和恋人发生不快。作为单身人士来说呢，因为性格多半不被异性接受，所以晚婚的可能性较高。4. 川字掌的命运，古时认为川字掌的人行克很重，不行父便行母，与父母亲缘分较薄。因为从小就个性叛逆不顺从，即使与父母亲同住，也很难接受他们的关怀与爱护，因此以过房养大，即跟随亲戚朋友长大，如祖父母、外公外婆一起，不宜与父母同住。不过这也代表他们有机会早年离乡别井，往外地读书或者发展，与父母兄弟姊妹聚少离多。川字掌的男性容易事业有成，女性亦容易成为女强人，但因为个性强，脾气刚烈，因此不宜早婚。川字掌之人不分男女，大都是精明干练，喜自由自在，而且独立性强，胆子大，但容易感情用事，常常不计后果，与六亲缘分也很薄。所以呢，最好可以改变一下个性，不要一意孤行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，不然呢，夫妻常常会有口角，甚至离异。2. M 掌纹， M 字形的手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掌纹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都是这种掌纹。那这种手纹的人命运如何呢？小酱汁老师来为大家具体讲解一下。
一、M 字长的特征。M 字手型手相由我们手中的生命线、智慧线、事业线和感情线所形成。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，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，与手掌上的其他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型。二、M 字掌纹的命运。有 M 字掌纹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，拥有远大的目标，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，不达目的绝不放弃。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，名利双收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，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，或者努力的方向不对。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事业方向，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。这种手相的人个性很热情，很有正义感，对朋友很讲义气，并且能在朋友苦恼、迷茫或者负能量的时候为他们排忧解难，也能为他们指明方向，甚至能够毫不吝啬地批评他们。这样的人懂得自我激励，有自制力，所以更容易获得成功。这种人眼光出色，直觉敏锐，不会被轻易蒙蔽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三、断掌。断掌的手相是一种不常见的手相，因此很多人对断掌的手相不太了解。相学常说男儿断掌千斤两，女子断掌过房养，这是真的吗？断掌的人命运究竟如何呢？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一、断掌的特征。我们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，分别命名是生命线、感情线和智慧线。如果其中2条掌纹线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横贯手掌，我们将其称之为断掌。手相中呢叫做通贯手纹。此外呀，尚有2种非典型的断掌，一种是感情线贯穿手掌，而另一种是智慧线横贯手掌。二、男人断掌。男人断掌说明这个人头脑灵活，比较擅长把握机会。如果有事业线和太阳线，其在财富以及权力上将会获得很大成功。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，自信心充足，处事极为理智，不易受感情或者亲情所左右，自然独立性较强。三、女人断掌。女人断掌这种手相的为人比较固执，你的性格比较成熟，比较独立，父母对你的帮助不大，凡事呢都要多靠自己，但你在感情方面不太顺利，要多加注意，婚姻上容易出现二婚的情况，要慎重考虑。四、断掌的命运。有断掌纹的人，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到一起，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理性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有利于事业发展。他们对朋友、亲情敢爱敢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，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够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软很厚则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。同时呀，有断掌人的人比较极端、固执、较劲儿，容易出错。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，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，得理不饶人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但是记住，过刚易折，过刚易断，很多人在这个上容易惹到大的麻烦和灾难。比如引起官司口舌、牢狱。假如手相干枯、露骨、无肉，再有断掌纹，非常容易遇到以上的情况。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，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。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，会对人非常反感，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个人，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，一生官非较多。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的时间，哪怕自己是错的，你也不好改变自己，甚至容易过激。听完小江之老师今天所讲的内容，你对手纹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？每个人的掌纹都是不一样的，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不同的命运。但不论掌纹所蕴含的命运如何，我们都需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坚持努力，才能够有真正的好运和财运。对判断人的运势和性格也非常有帮助。这些纹线不是在任何人的手上都能看得到，有些会非常稀少。比如在小酱汁之前讲过的千金纹、美鹿纹、宝镜纹等等，这些纹线虽然很少见，但是能够强化或是减少该区所代表的性格和命运特质，有些是绝对负面的，有些则是值得拥有。
今天小酱汁想给酱友们介绍2种罕见的纹路，一种大喜，一种大悲，酱友们可以了解一下。1. 天喜纹。天喜纹是一种比较吉祥的纹路，它的出现表示着一个人的财富、健康、婚姻都比别人要好，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激情和奇遇，一生幸福。通常天喜纹在手掌中有以下3种形态，不同形态有不同的命理含义。具体命运如何呢？小酱汁接下来为酱友们具体说明。1. 天喜纹是内生命线，即沿着生命线内侧的一条同样走向的线。天喜纹主要起到的作用是加强保护生命线的作用，有这条线的人生命力都比较顽强，多健康长寿。即便是生命线上有残缺不完美的地方，也能化险为夷。即使大病大灾，亦能逢凶化吉，对自己的运势也有着加强的作用。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方面，都能多交好运，平步青云。职场多贵人帮助，能在自己事业上有一番作为。古语云：立身带天喜，一生多福祉。容望乐人安，事事皆全意。立身即生命线，生命线有辅助线的人，一生走福运，容望平安，事业发达，身体安康，家业兴旺，做人讲义气，有病灾疫能自己化解，遇到坎坷亦能跨过，快乐逍遥一世。有天喜纹的人不在少数，而且形状各异，不同的样式代表含义不同。一个完美的天喜纹能增加生命线的作用，反之也会影响生命线的发展。2. 天喜纹是通天纹的变形，从乾宫月丘处起通天纹，斜上中指之下；从肯宫金星丘或地纹生命线处起纹斜上中指之下，两纹相合叫做天喜纹。有天喜纹的人，不论男女，都具有忠义勇敢的个性，行事不拘一格，经常做些打破常规的事情，具有敏锐的头脑，能抓住时机机遇，成就他人想不到的事业。3. 天喜纹是手掌中的事业线，自手掌下方向中指延伸的纹路称为事业线，又叫玉柱纹、命运线、天喜纹等等。大部分的手掌中都有事业线，而且随着年龄、际遇的不同，纹路会有所改变。我们可以从事业线的形态分析人的事业走向，但有事业线的人不一定就会做大事业，没有事业线的人就一定没有事业可言。事业线若是明显，从底部直线向上升，纹路也完整，那么表示其人生活富裕，家世不错，能得到父母的协助，而奠定良好的基础，属于继承家业或是开创事业的人。而如果事业线是断断续续的，表示工作较有挫折，没有那么平顺，必须依靠后天来培养，线条自然就会改变，或是有副线延伸向上。2. 土星环。1. 什么是土星环？所谓的土星环，就是在中指根部的下面有半弧形的圆环纹，环纹较短，围绕着中指，因位置在土星丘，所以称为土星环。有此线的人通常缺乏生活情趣，容易有偏见，心境常忧郁，甚至有自杀倾向。2. 长有土星环的人性格阴沉孤僻，土星环是一条不吉的掌纹，寓意禁锢、约束、困难、障碍、挫折等，预示人容易被环境约束，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。常有土星环的人虽然智商过人，但是个性非常阴沉孤僻残忍，而且自私自利，沉默寡言，脾气怪异，喜欢沉思幻想，但缺乏贯彻研究及实践精神，大多言行不一，说的比做的多，难有切实的成就。这一类人平时不太喜欢与人交往，因而常得不到别人帮助，生活不顺遂。从身体方面来看，长有土星环的人容易肝气不舒，肝火大，心情常郁闷，眼睛有屈光不正的现象，易患眼疾，容易近视。如果出现此纹且智慧线不长，其人的性格会更加怪异孤僻。3. 土星环的几种形态。1. 土星环纹路深且明显，表示此人智力过人，但沉默寡言，对于任何事皆不愿发表出自己的意见，其理想虽高，但是缺乏一贯的精神，至常不能实现理想，或表示此人刚愎自用，而且不听朋友的规劝，以致知心朋友少，亲人亦不愿与他接近，而使自己一错再错。一般罪犯及自杀的人，他们的手上通常会有土星环。2.
土星环细浅而不明显，表示此人性情孤僻，喜欢独居，不喜欢接受他人的好意，婚姻难遂心愿。但因为纹路比较浅，所以极端的个性要比深且明显者轻一些，因此尚不至于会做出犯罪或自杀之事。3. 土星环身断或破损，土星环一切坏的意义及程度可减轻许多。若此时又配合着有优良的智慧线，且拇指直硬，则更表示其人性格会多少有点孤僻，但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产生。4. 土星环呈交叉状，如果智慧线生得不好，且拇指亦不够坚挺，则表示此人刚愎自用，性情悲观，孤僻，经不起大的挫折，做事每多失败，人际关系不佳，易得罪人，有遭意外而死或自杀的倾向。4. 长有土星环的人如何化解？土星环虽是一条不吉的掌纹，但好在有长土星环的人很少，有清晰完整土星环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即使长了土星环也不要紧张，只要平时多加强自身的修养，尽量开阔自己的心胸，保持乐观的心情，走出内心的世界，多与人交往，遇事不要钻牛角尖，多换位思考，多包容和忍让，真正从性格上改变自己，土星环会越来越淡，直至消失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凡手掌中主吉象的纹路，一旦有杂纹冲破、断或者歪斜的现象，就说明吉象被折损，好的说法就要打折扣来论断。没有吉祥纹路的人也不用太难过，事业能不能有成，运势是吉是凶，除了有自身命运因素以外，也与自己的性格和做事方式有关。如能时时自省，查找自身不足，努力加以修正和弥补，多做善事，自身的福分积累多了，在中国经过了漫长时间的发展和传承，至今已经包含了人生各个方面的运势。在现今仍然有很多人会选择通过观察手相判断自己人生的命运，而通过观察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有的人手纹很清晰干净，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干扰线，有的人手纹非常杂乱，甚至看不清主线是哪条。其实在相学中，手纹乱不乱都是有深意的。通常来说，手掌纹路易清晰粗壮，不浮浅，既混乱模糊不清楚。如果一个人的掌纹生得杂乱无章，模糊不清的话，通常为不吉之特征，预示其人生命运状态不是很理想。今天小酱汁就来给酱友们讲一讲手纹乱的人命运如何。1. 主纹路掌纹乱的人命运如何？我们都知道，每个人手掌上都有生命线、智慧线、感情线等主线。那如果是这几条主线的纹路杂乱，对个人命运有何影响呢？小酱汁先为酱友们讲解一下。1. 事业线紊乱，命运坎坷。当事业线被一众杂乱的纹路所乱时，此人的手相已经有所定论，即此人的命运的确坎坷，属于真正的命不好。这主要是因为当今社会的形势如此，没有了事业，如果恰好还是一个男生，那么此人的命运更是雪上加霜。如果此人是女生，尚还可以通过婚姻线来进行补救，尚有一线生机。2. 感情线紊乱，招财进宝。若是一个人的感情线被各种杂乱细纹所扰，这样的手相则不必太担心，除非在看手相的时候已经30多岁，尚处于单身阶段，会因为婚姻问题而产生命运坎坷的错觉，否则无论是从人的寿命方面或是事业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另外，感情线紊乱的人财运多半都是很好的，所以在现代社会看来，这样的人命是真的很好。3. 生命线紊乱，走向极端。对于一个生命线紊乱的人来说，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在看手相之前，可能这个人已经出现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动作和举动出来，这正是他们命运走向极端的具体展现。所以生命线紊乱的人，他们的一生运势可以是极好的，也可以是极差的，往往在这两者之间来回震荡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4. 智慧线紊乱，思想混乱。一根智慧线会分出来很多智慧线，到底哪一条是智慧线，自己都看不出来。有这样智慧的人，表示思想很复杂，在生活中往往别人会感觉到你没有规律，没有组织观念，常常因为你的多变而不会引起别人的重视，只会产生厌恶的感觉，从而使你的事业也很麻烦。2. 掌纹杂乱无章的人命运如何？掌纹杂乱还有一种情况，即整体掌纹都比较杂乱。如果是这样，个人的命运又如何呢？
不同的人命运如何呢？一、掌文杂乱的人多思虑。古语有掌乱心乱，掌轻心轻之说，也就是说，掌文杂乱的人心思敏感多虑，容易心绪不宁，易自寻烦恼，尤其是手上横线多的人，更是老觉得自己处处不顺。而从生命信息学的角度来说，掌文复杂、混乱代表生命处于复杂状态之中，躯体和头脑神经存在容易过敏的情况，情绪也容易受到生理影响而变得多虑、多愁善感。二、掌文杂乱的人运势波动大。掌文乱的人一生可能会比较曲折，起伏较大，人生的际遇变化也会相对较多，相对比较忙碌。而且这类人的事业运、感情运势也不稳定，有着非常大的波动，特别是在感情方面更是如此，根本无法保持长久的稳定感情态度，总是会因为一些小问题而和爱人发生矛盾，并最终导致感情失败。三、掌文乱的人一生较劳碌。如果手掌中有无数的障碍线横穿而过，并且和其他的掌纹交织在一起，如渔网一般，以致分不出哪条线连接着哪条线，再加上皮肤比较坚硬且粗糙，其人可能常会为钱财而奔波劳碌。假如掌中的纹路也呈网状，线条难以分辨，但手掌上的皮肤却十分柔软，这样的人比较神经质或反应不灵活，在待人处事上欠缺圆融。如果掌纹明显多且乱，生命线中间断开，表示中年会有手术、受伤等状况出现。四、女人掌纹杂乱。大部分女性的长相多是紊乱的，很少见到掌纹很清晰的亮掌。女性掌纹轻代表性格开朗、处事果断，不会婆婆妈妈。反之，掌纹杂乱、细如乱丝的女人，虽心地善良、情感细腻，但也多愁善感、耳根子软，遇事拿不定主意，经常为小事烦恼，容易胡思乱想，庸人自扰，患得患失。五、男人掌纹杂乱。男人的掌纹亦清晰明朗，既杂乱。手纹乱的男人大多都脾气暴躁，欠缺主见，思虑过多，性情烦乱，情绪不受控制，容易因为一点小事便大发脾气，因此人缘较差，命运波折多。如果智慧线、感情线、生命线这三大主线清晰有势的话，命运还不至于太坏。如果三大主线也生得模糊不清的话，则其人的一生只能用一团糟来形容了。三、掌纹杂乱的人如何化解运势不利？手掌纹乱的人大多容易心事不宁，一天烦恼，尤其是手上横线多的人，更是老觉得自己处处不顺，命好命苦全是心态问题，因此平时要注意从性格方面加以化解。一、多参与社交，不管任何形式的社交都尽量参与，有助提升人际关系，为自己制多点与人相处的机会，性格也会随之有正面的转变。二、适合晚婚，择偶时最好选择较年长的或离过婚的，早婚易跟伴侣发生摩擦，所以建议晚婚较为有利。三、培养兴趣，手掌乱纹多、手掌纹很乱的人一般比较心散，想法亦多，但不专一。如果能找到一项适合个人发展的兴趣，有助于培养专一的能力。不过小酱汁提醒您，想要准确得知自己的命运走向，仅看手相还不够准确，最好是以生辰八字为基准，通过你出生的年月日时，提供你最完整的每个10年的大运分析，包含爱情、事业、财富等6大运势、好运机会点与助运综合建议，是你了解命运、把握命运、过好每个人生阶段的重要参考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